嗨，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红米 Note 7作为红米从小米独立之后的首秀，它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。那这部小米的手机究竟如何？请看今天的视频。红米 Note 7被誉为史上最强千元机，其中 3GB 内存、32GB 闪存的版本，官方售价只要人民币999元。既然小米敢出999元的手机，那我们就专门找来了999元的底配红米 Note 7来测试。不过呢，小米手机你懂的，实际到手价是1200多元。Note 7的屏幕设计也终于达到了2018年旗舰机的水准，屏占比来到了81.37%。Why the flagship phones of 2018? 现在不是开始流行打洞了吗？红米 Note 7拥有一块16.5:9的6.3英寸 LCD 屏幕，因为屏幕材质的关系，边缘总有黑色晕影，且使用过程能明显感觉到屏幕的凸起，观感就仿佛是屏幕上加贴了一面玻璃。LCD 屏幕虽然理论上在对比度、亮度方面以及在对黑色的显示效果上都不如 AMOLED， 整体观感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机身背面采用了玻璃材质，同样也用上了渐变色，走在街头巷尾，时尚感完全掩饰不住。Hey bro, is this the Huawei P20 Lite? Note 7的解锁方案依旧是背部的指纹解锁，指纹解锁已经推出多年，可靠性跟速度自然不必多说。接口方面 ，Note 7采用的是 Type-C 接口，3.5毫米的耳机接口在它身上也依旧可见。同时，它还有很多旗舰手机没有的功能，比方说红外遥控。通过红外遥控功能，你可以轻松地用手机替代家里的红外线遥控器来遥控家里的电视、空调、投影仪等红外设备。红米 Note 7不支持 NFC， 当然，对于在德国的我们并不算太大的损失，别提手机支付了，在好多柏林的餐厅结账都只能付现金。处理器方面，红米 Note 7从骁龙636升级到了660，其他用骁龙660的手机还有魅族2018年的旗舰机魅族15、小米8青春版等等。相较于魅族15去年的起售价2500元，999元的红米用上骁龙660也真的是业界良心了。Note 7玩刺激战场，在低画质的情况下，还是会感觉到略微的卡顿。而对于刺激战场这种对流畅度要求很高的游戏，恐怕这样的卡顿，我想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购买一台主要用来玩大型游戏的手机，那红米 Note 7恐怕并不适合你。红米 Note 7的机身侧面并没有静音切换开关，要设置静音就免不了一个点亮屏幕的动作。不过呢，我相信999元的手机定价必定需要在很多地方做出妥协，而没有实体静音切换开关绝对不会成为绝大多数小伙伴们不买 Note 7的理由。红米 Note 7在我看来最加分的项目还是米柚，特别是对于用惯了 iPhone 的朋友来说，真的是秒上手。米柚身上你能找到很多其他手机的优点，在细节方面也做得非常棒，比如说这个退出程序的小动画。而之前呢，在1+6T 遇到相册杂乱无章的情况，在红米 Note 7的身上也没有发生。个人感觉小米的语音助手小爱也比苹果 Siri 好用太多。比方说，想要下载程序，完全不必像苹果 Siri 那样会被送去商城里的 APP 介绍页面，手动点下载，然后还需要再输入密码，非常的繁琐。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华人朋友，会常常用到一些谷歌的服务，而谷歌服务框架就是使用谷歌服务的前提。服务框架听起来很繁琐的样子，但小米也真的让我非常惊喜。只是在小米商城里搜索了一下 YouTube， 商城便询问我要不要安装谷歌框架。作为苹果用户，我每次回国都会遇到无法正常收取 Gmail 的问题，而小米的邮件 APP 也出人意外的，甚至有单独对 Gmail 进行网络优化，可以让你在国内也畅通无阻的使用 Gmail 来收发邮件。红米 Note 7相机镜头凸起非常严重，即使戴上了保护套，依旧无法将其平放，但也因此换来了良好的拍摄质量。Note 7的前置镜头达到1300万，光圈 2.0， 后置两颗镜头分别是一个官方宣传4800万像素，但实际可以把它看成1200万像素，光圈大小 1.8 的主拍摄镜头，以及500万像素，光圈 2.4 的副镜头。
为什么说 Note 7 4800万的像素只是一个噱头呢？因为其实呢，不管在 AI 智能拍摄还是在人像拍摄中，都只能拍摄出1200万像素的照片。4800万像素的拍摄功能也只存在于专业模式中，我们不具体谈它的实现原理，就从成像效果来看，质量呢其实跟1200万像素也没有太大的区别。猜猜看哪边是1200，哪边是4800？因此呢，个人认为红米官方宣传的4800万像素其实听听就好，不要当真。此外，红米拍照的快门延迟情况也相当的严重。电池方面，红米 Note 7拥有4000毫安时的电池，在非重度使用情况下，续航1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支持20瓦快充，30分钟可以充到接近50%。美中不足的是，虽然 Note 7采用了玻璃后盖，但它依旧不支持无线充电。总结，红米 Note 7作为红米从小米独立之后的第一个产品，因为其超高的性价比，也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无数的目光。如果你是手机轻度使用者，同时对拍照有很高的要求，那么红米 Note 7将会很好地满足你的日常需求。不过呢，最低配的红米 Note 7个人还是不建议购买了，因为在最近几天的测试中发现，在它拍摄4800万像素的照片时，也会很时常发生因为运存不足而导致闪退的情况。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和转发。下个星期会给大家带来三星年度旗舰 Galaxy S10的测评，如果你不想错过，那就再记得点个关注咯。好了，我是个气球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